东南亚华人好像对中国认同度挺高的，比起欧美的好点。这个主要分3个阶段吧。老一代的确实是对中国的认可度很高，他们还是心向中国的，就是可能我父亲或者是我爷爷那代。然后第2代就是20-30岁，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的话，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张嘴题目。Sorry， 不是国际字。这一期的节目叫做《尼看世界》。我将在这一期视频呢，回应大家在上一期 video 里面所有的评论，包括问我的那些，还有就是 inbox 我的那些 message， 我都会在这边一一回复。所以这是一个我跟观众互动的一个节目了，叫做《尼看世界》。现在暂时因为是第1期嘛，所以第1期我会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完成。之后等它成熟了过后，我不排除我会去外面采访啊，或者是街拍啊等等啊。就你们有什么想看的，你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给我知道。我如果这个阶段能做到的，我都可以满足你们。所以我现在就要开始回答观众的问题了。第一个，又不是中国人，关我啥事？这个人是瓜头酱油。Hello， 新加坡他们遭到屠杀，就是因为他们是虽然他们不是中国人呢，但是他们是因为是华人的身份而被屠杀。所以你觉得不关你的事没？就算不关你的事好，我觉得应该有一点同情心吧。就是因为他们是华人的身份而被针对，如果他今天不是华人的话，就不会被针对。你明白我意思吗？而且再说了，当时候新加坡还没独立，马来西亚也还没独立，他们还是中国公民。你中国在被抗战的时候，这些东南亚的华人都没有讲他不是中国人而不去帮忙啊，他们还是帮忙啊，去寄钱、寄物资，派人过去帮忙驾车那个南洋技工那些。就是因为他们帮了你，所以日本过来才要清算啊。所以你自己看啊，你这样讲话。印尼跟印度什么关系啊？同一个国家吗？这个是一个网友问的。他们是没有什么关系吧？就他们都是因为前面有个印度尼西亚以前叫做东印度，所以其实名字上差不多一样了。他们2个是不同的民族，印度是信奉印度教 ，Hindi，印度尼西亚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所以然后他们2个文化上也没有很接近啊，所以只是名字差不多所以他们2个是没什么关系的。有关系的是马来西亚跟印尼，新加坡也没有建立什么纪念馆吧？新加坡也有建立一些纪念碑和纪念馆啊，他们没有忘记这段抗日历史。东南亚华人好像对中国认同度挺高的，比起欧美的好点。这个主要分3个阶段吧。老一代的确实是对中国的认可度很高，他们还是心向中国的，就是可能我父亲或者是我爷爷那代。然后第2代就是20-30岁，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的话是比较，老实说，他怎样说呢？他蛮分裂的，他不是所有像我这个年龄的都是比较好之类的，或认为我们的祖先来自中国的，对中国有向心力。另外，他是怎么说呢？他是蛮分裂的。我们这一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这20-30岁的，他有一部分他是比较亲欧美那部分的，所以我不能说所有的华人在这一代都是比较倾向中国这方面。大概有一半或一半吧，有些确实不是很亲中国的啊。而在小一代，可能现在是10多岁的那种，或者更小的，他们可能会比较倾向你们，因为你们这时候的中国的那个文化影响力，比起早年会更加强盛一点。就以前我们都是那什么，我们那时候我们的年代可能那时候不是很流行中国的那个文化或者是歌曲啊之类。就我们这一代，它是属于蛮分裂的，就是有一部分可能是比较倾向中国。我们这一派人就可能就被另外一派人打成我们是中华教啊，
或者是小粉红啊，等等等等。这个可能是一种认知作战啊。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可能就是那种我们另外不是我们的，就是另外派的，可能就会变成一种叫做牧羊城啊，或者是亲美亲日的那些。所以它就是在我们这个一代的，它是属于蛮分裂的，大概可能就是各拿50吧，都有一半一半了。然后在下一代就是比较年轻的，可能是10多岁或者是10岁之类的，这边呢，他可能会比较相信，会比较向往中国那方面，可能是因为你们的那时候的文化输出啊，你们现在的文化输出比起我们那个年代，就是20-30岁那个年代还要强。我们那时候的年代，我们听中国歌啊，或者是看中国戏啊，可能会觉得有点 out 的感觉，好像落后的感觉，比较喜欢听那种欧美啊、日本啊、韩国啊，会觉得比较高档，比较 K-pop 啊上面来这种韩国的。但是现在感觉可能是中国的文化兴起了吧，就是你们的软实力起来了，所以抓到我们就是20岁以下的那些人的眼球，所以他们就看你们的节目啊，什么创造营啊，就你们的节目已经是主导了我们这一代华人。我们下面一代就是20多岁那一代，20多岁的我们这代可能那时候我们还是比较欣赏日韩啊那种 K-pop 那些东西，但是他们那边感觉现在已经被你们打败了，所以现在新一代的那些比较年轻一点，比我们还年轻的那些华人，可能会受不了你们这些影响和对你中国的感情，或者是更加喜欢你们的文化，所以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们赢了第一代就是我们爸或公公那一代，下面一代就是刚刚出生的那一代，不是刚刚出生就10多岁那一代。然后像我们这代的话，你们那时候可能实力还不够，就是可能软实力方面还做得不是很好，所以就可能就分裂了，就可能有50%是欧美那方面，然后50%是中国这边啊，所以它是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我记得我那时候我10多岁的时候，我中学那时候我去中国，那时候我第一次出国我就去中国了。那时候普遍上我身边的朋友，他们第一个出国，或者是他们想都不会想过去中国旅游，他会觉得去中国好像很是安弟安哥，就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那代人去的，就是他们比较新的一代，他们不去中国，他们去台湾省的吧，那方面台湾啊、韩国啊之类的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发现蛮多人去中国，尤其包括我这一代人的朋友都蛮多去中国了，所以你就看到那个认知方面会产生了蛮大的变化